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Lucy， 专注分享实用的股票投资知识。今天是11月5日，市场复盘来了。最近的美股是不是让你看不懂了呢？ AI 浪潮打得火热，英伟达这样的芯片巨头一路高歌猛进， PLTR 靠着政府和大企业订单也风生水起，整个市场都弥漫着一种未来以来的乐观情绪。当年预言次贷危机的大神却悄悄干了一件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他的基金突然买入了大量针对英伟达和 PLTR 的看跌期权，这相当于在一片欢声中突然有人默默地给房子买了份火灾保险。为什么他要在 AI 的黄金时代反向压住这两家明星公司呢？是他看到了我们没有察觉到的致命风险，还是这只是一个烟雾弹？我们这些普通投资者现在到底应该跟着狂欢，还是该警惕起来？ Lucy 会从技术面和消息面带你一起拆解行情，记得点击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们马上开始。今天我们同样从两个方面呢来去分析一下这个行情的一个走势情况。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纳指的一个走势，那究竟后续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首先呢，我们在对于日线的一个分析呢，它的一个 M 型就跌破了关键位置。那昨天呢是一个跳空下跌，那现在呢就可以看到，就是科技股它该休整一下了，因为毕竟已经连续涨了7个月了。那在这个地方大家要小心呢，就是说如果真的高点出现的话，那年初的一个行情呢有可能会重演。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些科技股票它的一个这个走势到底是什么样的？那这边呢 Lucy 会给大家去分析一下特斯拉、英伟达、AMD 和它的一个反向的一个对冲的一个品种，还有呢 PLTR 和 SQQ 的一个走势情况。那如果说 Lucy 的分析是对大家有帮助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888。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纳指的一个走势情况。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那我们能看得出来呢，纳指呢是在这个昨天开盘之后，其实开盘的时候就已经过掉了或者说它跌破了我们的一个防守位。那这个防守位呢是23581，这个位置是之前 Lucy 给大家去画过的一个颈线位。它这个 M 为什么 Lucy 能判断出来呢？其实也就是跟大家讲过，上一条视频有去跟大家去说。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是我上一条视频11月3号给大家去讲过的就是说这个纳指的一个走势情况。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这一条线是它的一个参考的一个颈线位。那当时呢 Lucy 提到了说3天之内，如果说出现跌破这样的一个位置，实际上为什么要去讲它的一个形状呢？就是我的一个预判得到了一个印证，就是说我预期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走势，但是呢我不确定，它的概率比较大，所以呢给大家一个3天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时间。但是呢好彩它已经出现了一个跳空，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已经给到我们一个信号了。这边给大家去梳理一下它的一个走势情况。像这3根阴线，实际上 Lucy 呢在昨天的一个盘前广播有给大家去讲，就是说这3根阴线怎么形成的呢？它都是高开低走，高开低走，所以它高开低走的话，等于说它向上冲的一个动能是减弱的。所以这3根阴线的话，实际上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就是说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高点的一个位置，它形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它这一根黄 K 的话等于说是超买。那么超买的一个情况下，它突破是用阳线突破的，那现在是连续出现的一个阴线呢，就等于说这个市场环境是比较弱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它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概率就比较大。所以呢在昨天盘前这个出现的是一个跳空下跌，然后呢是冲高过一下，然后呢出现的一个这个收盘在下方，也就是说来到我们彩虹带的一个上方。但这一次的话，彩虹带能否支撑住的话，其实呢 Lucy 也不是很确定，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判断标准呢，它这个方法还是好用的，就是说它的一个 MACD 呢是出现了一个柱体的一个这个缩短，而且呢我们之前说过这一条白线它不涨了，也就是说它不会缓缓的在上升了，它是横着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背离。那么这个课程呢 Lucy 也会在明天的一个直播课程会给我们的学员，包括我们的这个体验的粉丝呢去讲一下它的一个这个使用的一个方法。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其实呢早在上一条
的视频 Lucy 就有去做过一个预判，所以纳指啊在这个过程中等于说日线的一个 M 呢它是形成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它要出现这种就是如果说顶部结构的话呢，它可能会通过很长一段时间，而不是说通过日线这几天它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顶。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年初的一个行情，为什么说防止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也就是说在今年的一个年初，大家别忘了它2月份开始一直到4月份啊，它是连续出现了这个接近3个月的一个下跌。所以说它接近3个月的下跌呢，它不是这种一蹴而就的，而是它在上方呢是出现过这样的一个震荡，也就是说12月份的时候1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过这样的一个震荡，低吸然后高抛然后低吸，这种横盘震荡等于说在这个位置。那当时呢我们不知道这个2万点呢就是它的一个这个高点，所以说呢它出现下跌的话啊，连续的一个蓝 K， 那我们可以通过什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空方带来去判断。所以说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我们防止它再出现这种年初的一个走势。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是它现在出现一个小小的 M， 只是说从阶段性或者说刚开始我们去发现了它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纳指呢，我们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没有及时的去这个减仓的话，或者说你这个不能一下子全部卖出的话，那我想啊这个地方呢还是要做一点点减仓的一个动作，包括说涨得比较高的啊，像之前呢我说这个影响纳指的英伟达，对吧？出现下跌的话，或者说这个科技股啊一些走的比较高的位置的时候呢，还是要做一部分减仓的。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对于短期日线的一个分析，包括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要逐步的去降低仓位，这个是有必要做的。而且呢现在就是说指数它出现这个散财童子，当然我们之前有看到过，就是这个散财童子啊，它不是说出现之后呢就立马会这个出现回调，它之前的行情呢在纳指当中呢也出现过几次在这个位置，但出现之后呢随着它的一个拉升，它又重新消失掉了。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说短暂的这个位置我们暂且先把它啊当做是一个高点，那在高点的话啊知道它要回落，那大家是不是要去做一个减仓的一个动作？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一个盘前广播，盘前广播呢有给大家去写到啊，就是说昨天提到的比较重点的一个地方呢，就是说它是连续3天的一个阴线，那这个位置我是提醒到了大家，就是说在高开低走的这种小阴线啊可能会出现这种 M 啊，在这个视频里也讲了。然后呢它现在呢就是我的一个这个依据呢是 MACD 的一个绿柱和白线的一个钝化，所以呢现在就是说我有这个就是预判的一个想法，所以你高位的科技股要减仓回避一下风险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文字给到大家的一个提示。那除开文字呢，其实 Lucy 想给这边想给大家去讲一下，就是说通过技术分析我们能怎么提前去预判，或者说我们能在当下的一个行情去怎么去交易。这里边呢去看一下就是3种常见的一个见顶的一个形态，我简单的给大家去画了3种，等于说这个第一种呢是这个 M 型，我在上一节这个视频里面呢去跟大家去讲到了，也就是说从日 K 线来看的话，现在昨天呢是一根冲高回落的一根阴线呢跌破了，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日线，等于说如果在拉长周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可能是周线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或者说由多根 K 线组成，它有可能见顶的时候呢，它不是说一下子跌穿之后呢就真正的几个见顶了，它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呢继续去震荡。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不要紧张，如果说你没有减仓说那我赶紧去走出来，其实呢还是可以再等一等，等什么？等它低位的时候它反弹之后呢到过一个高点，或者说反弹到了一定的一个位置的话，你再去减，不至于说你这个搁在地板上啊。这个呢是M 型，或者说它还会走出这种第二种叫头肩。头肩就是说它有可能在回调过程中它又短暂的出现一个新高之后再回调，那实际上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一次你说我减仓了，然后反弹之后呢它又高了之后，哎呀我是不是减错了？实际上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顶部形态它不是1天2天或者1周2周形成的，它可能会经过这个上半年的话是3个月，所以说大家要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时间，包括呢它也有可能走出这种上一次这个出现的，就是在顶部呢它高低点是比较整齐的，都在一条水平线上。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在这个过程中高位去减仓。那这个呢是3种见顶的形态。
所以我们把它落实到这个纳指的一个走势情况当中呢，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震荡，有可能是围绕着我们的一个紫色的彩色飘带的一个上方呢去出现这样的一个震荡。至于说它出现什么样的一个走势呢，我们还要继续去看。当然现在这个位置去破位的话，它的一个低点我们要去看它的一个中轴的一个支撑情况，或者说它的一个这个飘带的一个下边界，因为它这个位置其实飘带还是比较宽的，所以接下来的一个走势有可能会震荡的比较剧烈，所以大家要这个把握好节奏。那么对应的，其实对于这个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下跌，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呢？实际上啊，我们要知道还有一个 SQQ 大家也比较熟悉，就是3倍做空这个纳指的一个走势，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个标的的一个走势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SQQ 的日线走势图。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就是说因为它的一个回调，所以呢反向的这张的 ETF 呢就出现了一个跳空的一个上涨。那这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K 线，或者说我们的一个技术分析来去判断。它在我们的一个聪明钱的一个位置呢，昨天是出现过资金的一个流入，它是出现过一个绿柱子，而且呢我们 MACD 的一个判断啊也非常的一个明显，它就是一个底背离，整体是一个底背离的一个情况，而且从这个柱体红色的柱体呢，它是不断的一个缩小，然后它的一个白线呢是走平的，等于说这个方向呢它是一个背离。所以说啊，它对应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纳指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要是说，如果说咱们有这个粉丝朋友或者说我们的学员参与到了 SQQ， 那你在这个过程中，等于说大家肯定会去问，它反弹到哪里是个高点或者说阻力位，那我可以呢去做一个短线的一个这个对冲差价，赚一点钱，对吧？弥补我这个正股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损失。那实际上呢，其实它下跌的一个过程中，大家会看到这一轮呢是有一个结构9下跌结构9的一个出现的。它的一个下跌结构9呢，它在7号、8号、9号 K 线这个位置呢是出现过机构的一个低吸的一个情况。那机构低吸不代表说它一定能涨，因为它是对应的呢是纳指，所以我们不能这个贸贸然的认为这个位置就是低点。说 Lucy 你怎么不早提醒我？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是自己这个 K 线呢会走出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对应的是纳指。那我们去看到它反弹的话，按照技术分析呢，就是说1号 K 线是一个它反弹的一个区域，等于说5，然后我们参考的9呢，现在是没有跌破了啊，159，也就是说1号 K 线和5号 K 线呢是比较重要。那5号 K 线跟1号 K 线，大家可以看到这2根 K 线它是有重合的地方，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啊，它的一个区间呢。价格应该是在1号 K 线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14块5毛5和15块5，大概1块钱的一个空间。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这个位置呢，应该是跟这个黄色飘带的一个上边界呢是重合的。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是说一次就能直接涨到这个位置。它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其实纳指它的一个下跌速度还是比较大的。Lucy 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我们要知道啊，就是说如果是一旦到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短暂的一个减仓，因为毕竟它的一个走势呢还是在一个空方带里，我们要知道它其实只是一个反弹。这个 SQQ 的话可以这样的去判断。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个重点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走势情况。先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那特斯拉的话呢，在这个过程中，现在等于说大家都在等它的那个11月6号开大会，说这个到底啊，马斯克他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薪酬啊，会不会这个获批？而且呢，我想啊，这个特斯拉公司它本身，对吧？从这个芯片也好，或者是从这个自动驾驶啊，或者是从它的一个机器人量产的一个这个过程中，其实都有很多消息呢在牵绊着我们的一个这个投资者的一个心。但是我们通过 K 线呢来去看一下，就是说它不管是怎么样，昨天它整个的一个纳指下跌的话，那我想特斯拉它也不能幸免。等于说现在如果是走一个空头趋势，或者说它先走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那也就是说再好的一个这个利好的话，对于特斯拉来说，它出现的一个时间并不是很好，所以说利好呢不一定有助于股价的一个大幅拉升。而且在这个地方啊，大家会看到，就是说虽然我们通过技术分析它没有破防守位，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整个的一个消息面，包括基本面，包括整体的一个市场，现在是有一个资金避险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再好的利好，如果说资金不去推举它，那在这个过程呢，股价它也没有办法说再继续的一个上行。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之前呢，这个
本周特斯拉它有短暂的一个突破这个470的一个高点呢，其实刷新了就是474了，但是它没有站稳，所以说这个位置呢还是跟现在的一个这个整体行情有关系。而且我们之前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之前教大家如何去看这个机构的一个动向，那在底部这个位置去参与的机构呢，早在半个月1个月之前呢就有一些松动了，而且呢现在目前来说啊，资金的一个撤退的一个情况呢还在继续，所以说这个位置啊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市场。如果说真的趋势这个不在的话，还是要去这个做一些这个减仓，或者说啊可以用一些这个反向 ETF 去做一个对冲，不是说我可能这个信仰不想减这个特斯拉，但是我们可以去想到别的方法啊去做一个对冲。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Lucy 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些这个反向 ETF， 你像这个特斯拉它有几种，比如说 TSLQ 啊，还有这种就是 TSLQ 是2倍做空，然后呢这个 TSLS呢是1倍的，或者说 TSDD 呢是1.5倍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三个能不能给我们就是说在短暂的调整啊时间里面呢去给我们去做一个保护。那这个呢是特斯拉的一个分析。当然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一个盘前广播啊，盘前广播呢也有就是一直在跟踪特斯拉啊，就是写的比较简短了。这个位置因为我们一直跟踪它的高点，虽然刷新了，但是很遗憾没站稳。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你站稳的话，我们是要看未来3天的。当然昨天这个纳指的一个走势还是比较这个不太明朗，所以呢特斯拉虽然紫色飘带中轴线这个位置去做防守的话，但一旦跌破就是要回避一下啊。刚刚呢 Lucy 也讲了他为什么要回避啊，这个呢是对特斯拉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英伟达在这个过程中，我想上一条视频大家应该也看到了啊，Lucy 当时呢是讲了2种情况。那第一种呢，就是说英伟达啊，在这个整体的一个走势这一轮，它的一个拉升呢还是比较猛的，属于这种我们说它高歌猛进，对吧？拉升的一个幅度和速度，价格变化是比较快的，从这个170多，那最快呢涨到212最高。然后它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是说其实呢就是观察纳指，等于说就是观察英伟达。然后英伟达它在这个位置，当时给大家去画的一条线啊，我都还留在这里，201这个缺口，那其实它有什么？昨天就跌破了，而且呢它是破掉了我们的一个单阳不破的一个位置。而且我当时给大家去预测了一个这个下调支撑短暂支撑的一个位置，大家应该还记得啊，上一条视频就是190啊190的一个位置。所以现在呢等于说我们又把这个英伟达的一个判断呢去判断准了，所以这个过程等于说我们的一个技术分析啊给我们是有这个保护的。而且呢它在这个地方，它等于说这个英伟达其实从 MACD 你是看不出来的，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如果能看出来的话啊，这个解释是比较牵强的。所以我们要运用的呢就是其他的一个方式，等于说昨天呢也是有资金的一个退出，所以这个位置啊最好还是要小心一下。那其实啊从这个技术面呢我们是看到了一点点，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会跌破。实际上大家也有看到一些这个消息，给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啊，其实呢 Lucy 也会做这个参考。我们说这个近期消息比较这个密集，而且呢这个比较重要的铺天盖地呢，就是说这个大空头的一个原型警示说 AI 泡沫，这个已经不是喊了1天2天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披露这个3季度啊，它已经这个大幅做空英伟达了啊，还有这个 PLTR。 然后呢它现在这个位置啊，我们看到了它新建了这个英伟达和这个中概股的一个看跌头寸。所以说呢其实啊这个3季度就已经披露了，所以说它不是近期做的。然后呢它这个大手笔看空 AI 巨头呢，是除开这个英伟达100万股的看跌期权，它还有 PLTR 500万股的一个看跌期权，所以占据该基金这个80%的一个仓位啊，这个仓位是不低的。所以说啊这2个科技巨头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就是整个的一个市场效应还是蛮强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上一次对吧，我们知道这个大空头啊，这位大神他是一战成名，所以呢我们相信他的一个眼光。但是在这个地方大家要就是客观的去看，就是它的一个这个看跌头寸呢，实际上它的一个到期日还是比较长的，就是不是说眼前的这种整个下跌啊带来的一个这个可能是这种尖角下跌，就是一跌不回头的这种。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去分析的时候呢，也要去客观的去判断。也就是说他去看跌期权，等于说他觉得英伟达在这个价格212这个位置可能会出现这种就是下跌的一个
趋势，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就通过紫色飘带我们能看到，就是虽然说它这个波段上涨下跌上涨下跌这种啊，其实它的一个振幅还是蛮大的，而且我们彩虹带啊一直它这个缺口就没有打开，所以说这个过程中可能它还会继续。它上面提示的是3季度我们现在是4季度，等于说人家在这个位置就已经开过了啊这个期权的一个这个看跌，而且呢它的一个到期日比较长，它上一次啊去做空这个房地产也好，或者说发现整个的一个次贷危机也好，实际上是持续了1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知道，就是它的一个走势，不是说像惊弓之鸟一样，就是说它下跌啊，这个位置，那我们也继续，对吧？如果这个英伟达啊，它这个股价在这个比如说在这震荡啊，继续震，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这种下跌的话，实际上那个我们要是去做这种看跌期权的一个头寸的话呢，比较这个麻烦，或者说等的时间比较长，因为我们跟人家不一样，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还是需要通过一些这个技术分析，包括形态啊，刚刚 Lucy 给大家去分享的这种是震荡也好，或者是 M 啊还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要去这个分析一些小级别的，就要再去等它的一个信号。那比如说啊，像这种彩虹带变成了这个黄色的是最直接的，或者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又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三台童子连续的一个下跌啊，包括资金的一个撤退，这些都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信息或者说信号的一个方法。那这个呢是对英伟达的一个分析。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盘前广播呢，最近啊也是对这个英伟达呢是做出了一个这个短暂的一个分析啊，就是说这个连续5天的一个横盘啊，等阴线走势呢向上力度是衰竭的，所以 MACD 呢是绿柱是有收缩啊，看到了收缩的一个迹象。那如果说连续缩短又出现了这种背离，对吧？那我们就是暂时你不要追高啊这个位置，那你等单阳不破还在进行，那它这个位置啊，阶段性的回调，防止它回调。当时我给大家去测了，就是说这个回调的话啊，大概是190这个位置，它可能震呀震啊，所以说这个时间呢还是要拉长的。所以说英伟达的话呢，最近这个就是科技巨头的一个分析的话，我们是啊，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大神是怎么操作的，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小级别的是可以分析到的。那如果说咱们是这个 Lucy 的新订阅的粉丝，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分析的话，这是我们财生频道的一个盘前广播，这里边会写到一些这个跟踪的一些股票啊，昨天是特斯拉、英伟达还有 AMD 啊 ，AMD 的话也讲到了一个对冲的品种，还有一些参考价位。如果说呢，咱们是新的粉丝朋友，刚刚看到 Lucy 的视频啊，新加入的粉丝朋友，那 Lucy 呢会给到这样的一个盘前广播呢15天的一个体验期啊，这个是咱们订阅粉丝的一个福利1。那如果说你还没有拿到这样的一个资讯的话，可以去找我的助教老师去领取。第二个福利呢，就是说如果啊看到我的一个分析实际上是对你有帮助的，或者说大家也想学这样的一个能看懂机构动作的一个这个技术分析的话，那 Lucy 和团队的老师们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这个高手的一个进阶之图的一个课程，是为期4天的，已经从11月4号开始了。那么明天的一个波段背离高抛术呢，香港时间上午10点是由 Lucy 主讲的。如果说想学习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话，也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的置顶链接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啊，给他发送这个口令，领取这个课程的链接的一个口令是15，数字15，就可以拿走这样的一个2份福利了。这个呢是给到我们订阅粉丝朋友们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AMD 的日线走势图。那刚刚给大家展示了，就是说 Lucy 呢在这个盘前广播有讲到这只股票 AMD 呢，它在这个半导体板块里边啊，算是一个今年呢比较出彩的一只股票了。它的一个拉升的一个这个周期，包括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你像它最低点的时候76块4毛8啊，到这个267，我们算一下整个的一个这个涨幅啊，大概是100%。那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了就是它的一个财报，或者说它后续的一个拉升，实际上呢，从这个日线的一个分析来看的话，等于说我们最开始的一个MACD 顶背离呢是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顶背离，所以这个位置啊，顶背离的位置，昨天呢是出现了一个这种等于说是单阳不破，但是有点像一个小型的一个倒型反转，所以说这个位置它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死叉，而且呢它的 MACD 呢目前呢是放大的，所以说大家知道 Lucy 此前呢是做期权的啊，对于这种出现死叉而且向下的一个力度比较明显的呢，实际上我会去做 AMD 的一个 put option 的一个工具，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把握不好它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节奏，或者说它现在还在一个紫色飘带的一个区间，所以呢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个什么呢，就是 AMD 的一个反向对冲的一个品种 AMDD， 因为它通过昨天的一个这个
跳空下跌，然后呢，它是因为有了 MACD 的一个死叉，所以昨天呢，最终是出现了一个这个三彩童子的一个资金流出。所以在日线的一个过程中啊，大家要知道，就是它整个纳指的一个下跌，我们说科技股它就是没有一个是会幸免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等于说它呢还是具备一些这个信号，就是回调的一个信号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 AMD 呢，因为它最近的一个涨幅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还是可以去做一下它的一个反向对冲。那它资金的一个流出情况呢，最近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资金控盘图里边啊，这个做多资金呢，从超过75的一个位置呢，现在是有一个渐渐的一个流出，而且昨天的一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等于说它这个资金的一个位置跟 MACD 啊，这等于说这3个信号是形成了一个共振，所以这个位置啊，昨天呢 Lucy 大胆的去这个提示了一下它的一个位置，如果说这个近期有一波段的话，大家可以去做一下 AMDD。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呢，是 AMDD 的日线走势图，也可以看到，就是最近啊，它的一个因为它的一个跳空上涨的这个位置是出现了一堆白 K。我们知道白 K 呢，就等于说是我们日线对吧，波段超跌的一个比较这个重要的一个信号。当然呢，另外它现在的这个资金现在是处于一个聚宝盆啊，在这个汇聚的一个当中。那它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聪明资金，包括现在 MACD 已经是金叉了，它向上的这种，所以说一旦出现这种共振的话啊，它会有一个波段性的一个机会。当然呢，这个波段的话，暂时呢还是希望大家去做那种就是短期的一个波段。当然呢，仓位也不要重啊。这个呢是对于就是近期回调的话，我们去反向 ETF 你的一个选择。仓位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时间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它会在这个位置去反复，我们去做这种低吸高抛就可以了。这个呢是 AMD 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PLTR 的日线走势图。那我们知道啊，这个除开英伟达被做空的话，其实 PLTR 呢也有，而且呢，这个 PLTR 的一个负责人还是这个比较激动的，说这个简直是疯了，做空我们的公司。但是呢，我们从这个技术上来分析，就是说你说什么，这个我不看，我看你怎么做，对吧？我们去看一下机构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那现在我可以看到，就是说 PLTR 它在创了新高之后，207块5毛2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黄 K， 等于说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说超买的话，它昨天呢是跳空缺口，是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一个下跌，等于说我们根本机会啊，这个减仓机会或者说这个卖出的机会呢，这个也是比较纠结、比较难的。而且呢，它在这个位置是出现了这种就是三彩童子，等于说机构呢是有这种多方资金撤退的一个迹象，而且撤退的还蛮大的，这个位置是整个1倍量向下去做，所以这个位置啊，大家就是还是要等，就是它的一个彩虹带的一个位置呢，就是说弹起来你减仓一定要注意这个 PLTR 的一个这个减仓的一个位置，而且呢，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它做空的话，它的一个到期日是时间是很长的，所以这个位置呢，就是不要太过于就是反复打脸，可以等一等它的一个这个位置的一个反弹，然后再去减仓可能会好一些。但是 PLTR 它整体的话，因为这一段呢，当时 Lucy 去观察跟踪了很久，但是突破的时候呢，没有再去跟了，它这个位置还是就是等于说这一段呢，算是现在这种看起来的话，像是鱼尾行情，所以这个位置我们不能不重视曾经赢过市场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的 PLTR 的话，可以遵照我们的一个彩虹带的一个位置区间，我们可以就是说你弹起来一点啊，我们去减一点仓，对吧？这个位置缺口肯定会形成它的一个压力的。那究竟说后续能否再走出这样的一个行情，说震荡给我们一个这个减仓的一个机会呢？我想应该还是会有的啊，因为这部分机构，对吧？因为这部分机构呢，它在这个过程中，对吧？它的一个持仓的位置是182上下，对吧？190，因为我们当时复盘的时候就看了这个地方是177、178的一个位置，当然它上方的话大概是190的一个区间。我想这一部分来的一个机构呢，现在还没有减仓，他们也会去通过各种方法去减仓的，所以呢，这个位置低位先不要吸，高位可以去做一个减仓的一个动作。这个呢是对 PLTR 的一个分析。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喽，拜拜。